好，我們來看到最新的貿易戰，川普押上了美國國運這一次祭出的最新關稅豪賭，301條款再次的開火了，50國確定會遭到殃及哦。加拿大的部分是最受害最慘的，這個關稅的部分啊，升高到了50%。美國真的能夠重返製造業霸權嗎？還是把盟友推向中國大陸呢？如果您覺得這個關稅戰實施下去對美國有利，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美國根本就是賭國運，對它完全毫無意義，幫我們留言寫2。今天來特別看到的是，川普的關稅戰沒有退場就算了，現在是在完全的做一個全面的升級。大家還記得嗎？今年的2月份，我们再稍微回顧一下哦。最高法院裁定關稅違憲之後呢，川普就用了另外一個1974年貿易法，祭出了另外一個150天的臨時關稅。好，眼看着這150天快要到了，剩下大概2-3天而已。所以最新也是今天早上我們看到的消息，川普準備來援引的就是301條款，這一次呢，他要再繼續的延續關稅戰，以什麼理由呢？強迫勞動為由，針對全球50個國家展開新一輪的關稅戰。好，這個關稅戰當中呢，他也特別去強調了呢，不只是針對國家，也到了部分的產業。其中2個產業是我們今天節目要特別關心的產業，第一個就是學名藥的產業哦，第二個就是鋁產業。好，學名藥的產業的部分是這樣子，它會對這一些進口的學名藥課徵100%，甚至最高到200%的關稅，就是希望說，製藥也是不是能夠在美國自己來做哦？那麼另外就是鋁業了，它也希望能夠美國製造，所以接下來呢，鼓勵企業到美國去設廠，如果你願意的話，關稅就會從50%降到25%。表面上，川普是用這個關稅來逼各個全球的製造業回流到美國，但是另外一方面，他這樣做其實已經真的撕毀了他跟重要盟友之間的關係。這個國家就是加拿大，也是在這一次關稅戰當中似乎是受害最深的一個國家。趕快來看到細節，最新消息，美國對加拿大會加徵50%的關稅，涵蓋的範圍也非常的廣哦，一系列列出來給觀眾朋友在這邊看。那麼進一步，除了50%的關稅，還有第2個稅叫做野火關稅。那麼金融專家也開始做了警告，如果說這個50%的關稅全面真的在加拿大落實的話，接下來加拿大的經濟恐怕會造成他形容這個叫做毀滅性的一個重大打擊。真的嗎？只有毀滅加拿大自己而已嗎？美國就不會受傷嗎？我們要來看到的是，因為川普，我們剛剛不是說了嗎？他要來強化鋁業的發展，但是現在的問題是，這個美國大部分的鋁都是來自於加拿大，甚至呢，鋁的供應有一半都是來自於加拿大。原因是因為加拿大這邊呢，鋁需要用到電嘛，那加拿大是靠水力發電來降低它的成本，但是美國它的電力成本現在還是非常的高，所以看起來還是得依賴加拿大。那麼在40年來，我們看到美國也都沒有辦法建立任何的大型的鋁製煉廠，所以現在真的可以自己做起來嗎？大家也打上一個非常大的問號。另外就是，一旦美加的關係受挫的話，是不是會影響到接下來加拿大的政治態度，會不會轉向中國大陸？因為現在有許多的專家也做了這樣的預估，這個問題等一下我們也會一起來看。好，先請教漢庭怎麼看上一輪的關稅戰？川普希望製造業回流，看起來是沒有達成。這一輪的關稅戰，他也希望祭出301，重建美國製造，真的可以解決嗎？另外就是目前美國的經濟壓力，有辦法靠關稅戰來解決嗎？漢庭怎麼看？可憐吶，現在川普完全就是為了面子死撐，難道他要放棄關稅嗎？難道他要公開的宣布關稅戰失敗嗎？不可能，那等於是公然的把自己上台的正當性給推翻了，也把自己過去自己少數能夠吹噓的政績給推翻，所以他不能承認自己有錯，只能夠一路走到黑，繼續告訴大家關稅好棒棒啊，那都是大法官亂搞，都是最高法院亂搞，所以呢，我要繼續幹。因為我們如果去看一下過去的數字啊，2025年他打完了貿易戰之後，美國的全球貿易逆差反而是增加了。2017年的貿易是5666億的逆差，到了2025年打完關稅戰之後啊，變成是9000億美元的逆差，越搞越多，而且呢，他心心念念的製造業回流，他希望我們能夠增加美國的就業機會，
卻變成了製造業大逃亡啊！有多誇張呢？美國2025年關稅政策實施以來，製造業的崗位連續8個月減少，甚至呢，在2025年4月這所謂解放日實施的10個月內，製造業流失高達了89000個工作崗位。那相當於全美國有2800家的中型工廠倒閉。所以有沒有效？太有效，就是會讓大家發笑。那因為最後發現是什麼呢？根本不是什麼外國的這個出口商來付款嘛。紐約的聯邦準備銀行的研究，2025年的關稅基本上有90% 都是美國的企業跟消費者自己來承擔的。他收了多少錢？他確實是收了很多錢了，大約總共收了有2870億的美元。好了，你看我們一年增加了将近3000億美元呢。以前的關稅大概1個月才就是沒有很多。這相較增加很多錢，但這些錢90%都是美國老百姓自己出的，那到底有什麼用？那實際上你並沒有增加到額外的收入，反而是轉嫁給了消費者。而且大家都會採取報復性的關稅，更導致美國自己的出口也受到了阻礙。貿易戰不是單向的啊，美國關稅，那其他國家也會有報復啊，所以會讓美國的出口商自己苦不堪言，全球的貿易也陷入混亂。而且再來第三，這一種充滿不確定性的貿易政策，讓企業也不敢輕易的擴大投資。哈佛商學院的研究就指出，許多企業因為它貿易政策頻繁變動，它就取消了投資計劃。所以，川普用關稅沒有築起什麼美國製造的堡壘，而是一個阻礙全球貿易的壁壘，甚至也阻礙到了自己的順利連任。好，確實哦，現在看起來這個川普的關稅戰是不是真的有利於美國的經濟，再次的打上問號。那另外一方面，我們剛剛也說嘛，這個受傷最深的就是加拿大，2個關稅可能被課，一個是貿易戰的50%，另外一個叫做野火關稅。所以呢，加拿大現在非常生氣，也強硬的反擊。首先，加拿大這一位是安大略省的省長，他直接痛批說，除非美國撤銷對汽車跟鋼鐵的關稅，否則不會解除對於美國葡萄酒、烈酒的禁令。更批評川普是惡霸，他認為說加拿大這個時候我們不可以示弱，應該要站起來以實力談判。加拿大總理則是說，接下來的幾週他會跟川普來進一步討論可能的協議。再來以政治面來說，是加拿大的前副總理方慧蘭警告，美國過去80年是西方聯盟的核心，但是現在越來越多加拿大人質疑說，到底可不可以信任美國呢？甚至有許多的聲音現在也說，美國持續對盟友施壓，恐怕導致加拿大進一步倒向中國大陸。好，另外一方面，剛剛我們提到了嘛，現在美國這麼需要加拿大的鋁，但是他又希望能夠自產。如果真的做不出來的話，未來拿不到鋁，對於美國產業有哪一些重擊？那老師又怎麼看？我覺得这個加拿大實在是非常倒霉啊。這個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什麼叫做野火關稅？你聽這個名字啊，就是說大概在上個禮拜吧，就是紐約華盛頓的話呢，空氣品質非常差了，就因為加拿大太大了，加拿大的夏天遇到了野火的時候，人根本沒有辦法滅火，就讓它自生自滅，一直等到雨下來了，就自己去過加拿大跟美國的話呢，就知道，因為加拿大那一帶的話呢，他們這個野火根本就不可能有人去處理，就這個長期來講，就到這段時間，然後那個川普他不懂。他不懂，他什麼事情啊？就是他真的是一個非常可愛的無知之徒啊！他認為關稅是萬能的，所以說加拿大的野火使得美國這個華盛頓的空氣不好，那就要用野火關稅。對，野火關稅你要抽什麼東西了？美國自己有野火，加州的野火不是也是自生自滅嗎？人家沒有人會想到這個，這是第一件。那第二個學名藥，學名藥就是仿製藥了。學名藥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東西啊，取名叫學名藥啊，大家稍微查一下，但就會知道學名藥是因為美國的藥太貴了啊，所以說大家帶了學名藥，學名藥其實效果是接近都是一樣的化學功能嘛，所以說這個加拿大本身來講也不一定是加拿大，但是那個什麼布洛芬啊什麼的，就是我不曉得大家記不記得，就是美國莫名其妙說加拿大的毒品輸入的單位，然後要罰什麼動不動就100%啊什麼的，主要是講的這個事情，因為說對講情況，加拿大一開始的話。想要很認真的對待美國，就會被打懵了，就搞不清楚。那現在發覺的話呢，美國對於加拿大的真的是直接就講予取予求啊。那其他的沒有被講到的原因，並不是不講，而是川普的地理知識只認識加拿大。
啊，都沒有別的地方，所以什麼事情都講到這樣子。那現在的話呢，他就會發覺說，加拿大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它的水利資源非常豐富，水利資源豐富代表電便宜，然後這個煉鋁完全是靠電啊，這個大家都學過嘛，那基本上國中化學你們知道，這個鋁的煉製的過程當中，所以美國鋁是重要的國防科技裡面的一份，製造飛機啊，或者說所有輕型，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下，對於加拿大，但是你們這邊問到了一個問題，講說會不會自動的把這個加拿大推向中國？我告訴大家，國際政治沒有朋友，只有利益，請大家永遠記住。對加拿大來講的話呢，馬卡尼他說過，我們是中等發達國家，不能夠跟中國跟美國比，但是我們會堅守自己的立場，這個大家一定要搞清楚的。好，那有關於整體關稅戰的影響，等一下也請那個幹哥來繼續帶我們看。那現在也在說，為什麼川普一定要繼續的延續他之前的關稅戰，就是因為現在美國的經濟還有國庫啊，現在錢真的是不夠了。我們來看到一些具體的數据，民調顯示60%民眾不滿美國現在的經濟狀況，而且呢是專家說的哦，經濟學家示警，美國未來1年有衰退風險，陷入停滯性通膨。再來就是美國的國債了，大家都知道已經突破39兆美元，占 GDP 超過125%，關稅能夠成為它的國庫重要收入嗎？真的做得到嗎？幹哥怎麼看？我覺得那根本就是殺雞取卵哦，那個是飲鴆止渴的東西。知道為什麼嗎？因為其實經濟學者對於現在美國的經濟的成長率普遍都持負面的看法。為什麼？好，這也拜 AI 之賜啊，好不好？他說現在最近呢，我跟你講哈，美國經濟連6年都成長 ，AI 是一個很大的原因啊。但是第一個就是因為 AI 造成的很多富翁跟富婆都是因為投資這個東西而賺錢的。第二個是什麼？第二個就是富有的消費者，就我剛才講的啊，富翁跟富婆，他們因為投資 AI 而賺到了錢。那第三個是什麼？第三個就是那個資產的增值，因為這些人資產增值，所以消費力又提升了。所以這3個叫做3A 現象，3A AI 跟富有的這個投資人，還有呢他們的經濟的資產的增值，都是 AAA。好，那問題是專家就說了，那都是你們富有的人啊。我想請問一下，80%的中產階級和低收入戶，甚至連游民都算進去的話，請問這80%的人有賺到1毛錢嗎？也許部分中產階級他們有部分的股票，但是他們真正獲利以及他們回吐以後，他們真的能夠在這個 stock market 裡面真的能夠賺到他們應該認為我所得到的富貴嗎？其實說句實在話，很可憐，他們幾乎是不可能賺得到的。所以說，專家認為說，在這種情況底下 ，AI 投資的狹隘啊，會讓你有一種經濟成長的基礎，那個是浮光掠影，那個是錯誤的解讀。當然，正確的投資當然可以得到正確的財富，可是，在 AI 過熱的情況的底下，每一個就是說訓練有素的專家都在制止。他們說很簡單，我们去看通膨的數字就好了。為什麼？今年4月的通膨美國已經達到了3.8%。他說這個可能會到4了，只要超過4的話，那川普你皮就癢了你知道嗎？你就等着被美國廣大的中產階級撻伐。為什麼？因為到4就很可怕了。現在平均的薪資成長率不到3%，所以請問一下，通膨到了4%以後，美國還有什麼好講的？這裡從油價就可以看得出來。因為美國的一般的家庭碰到了油價就是皺眉頭，為什麼？一加油就皺眉頭，一皺眉頭他們就知道說，哎呀，這個月還是要勒緊褲帶，你不能有多餘的支出。這就是什麼？這就是油價跟通膨之間互為因果的關係。那這樣子互為因果是什麼造成的？因為戰爭造成的。如果戰爭能夠在這個月之內結束的話，美國在期中選舉權的經濟可能還有救。但如果不能夠立即結束，因為至少還要3個月才能夠讓通膨回到可以被接受的數字，這就是專家告訴大家說，目前為止我們看不到川普想要終止戰爭，還想要跟加拿大爭重稅，那你就曉得美國的經濟會變成什麼樣子了。好，謝謝幹哥。
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